大家好，我是 Joanna。影片开始之前，记得帮我们订阅，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教学哦。那我们开始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要教大家做的是大学生托特包。极简直挺的外形呢，我们在外观上又加上了固定扣的点缀，也增加了提把的坚固度。梯形的设计呢，背起来也相当的时髦哦。这款包包呢，能容纳相当大的容量，又便于携带。如果想要做手作包送礼的话，非常推荐这款包包哦。那我们来看看备料有哪些吧。我们先来看备料的有表本体、表带底、提带布、里本体、里带底、口袋布 A、口袋布 B。首先，我们先来车缝口袋布。先将口袋布正正相对，布边对齐。再来，我们车缝口袋布，从这里车缝至这里。中间这一段呢，我们要预留反口，大约8至10公分，再从这边车缝至这里。另外一个口袋布也是一样哦，从这里车缝至这里，中间留8到10公分的反口，再从这里车缝至这里。我们车缝好之后呢，就会长这个样子。转角的部分记得要连续不断的直接车过来，预留的反口。再来，我们要在直角的地方修剪缝份，我们可以使用布剪，在转角缝份的地方，我们剪一道斜口。斜口呢，距离你的车缝线大约0.3公分。就是这样，另外一边也是。我们剪好之后呢，就可以翻回正面。翻的方法呢，如果是在右边的话，我就会使用右手；左边的话就会使用左手。现在我先把右边的角翻出来，我先把右手的大拇哥伸到最里面的右边的这个角，再将右手食指把缝份往下压，压至与你的车缝线对齐，再这样往内翻，把角给翻出来，这样它的缝份就会往内收了。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翻法。我们口袋布都翻回正面之后呢，我们可以拿出锥子。我们使用锥子呢，将口袋布的4个角把它挑出来，挑尖，在最尖点的地方往后推2至3针，用推的把它推出来。推的时候轻轻推哦，记得不要太大力，以免造成布料的破损。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另外一个口袋布也是。我们直角都挑好了之后呢，我们要将口袋布整烫。这样我们已经车缝好的接合线，可以稍微用指甲刮开，推至正侧边，把它烫平。缝份的地方也稍微整理一下，将它烫平整。口袋布我们已经整烫好了，侧边就像是这样。接合线会在正侧边，反口的部分也是要往内折烫好。再来，我们要车缝固定线。我们在口袋带口的地方，布边往内进来0.2公分，从这里车缝，车至这里。另外一个口袋也是。我们口袋的0.2固定线已经车缝好咯，就像是这个样子。再来，我们拿出里本体，我们可以使用水削笔，
找出里本体的中心线。我们先将里本体背背相对，部边对齐对折。折双的这条线就是中心线的位置。再来，我们依照版型上面的口袋位置呢，用水削笔画上记号。我们先拿出口袋 B 的这一片，将口袋对折，折双的这一边呢，就是口袋的中心线，中心线与中心线对齐。放置在里本体的口袋位置上。再来，我们就可以车缝固定了。车缝的时候呢，从口袋的部边往内进来0.2公分，从这里车缝，车缝至这里。转角的地方一样，也是要连续不断的直接车过去哦。再来，我们把口袋 A 也放上来，与口袋 B 的下方对齐。车缝的时候，我们一样从口袋 A 的部边往内进来0.2公分，从这里开始车缝，车缝至这里。我们口袋车缝上去之后呢，就会长这个样子。再来，我们拿出另外一块里本体，正正相对，部边对齐。要特别注意的是，在车缝的时候，带口与带口都是要同一个方向的。再来，我们车缝斜边的部分，从这里车缝至这里。另外一边也是一样哦，从这里车缝至这里。我们斜边车缝好之后呢，就会长这个样子。再来，我们将缝份烫开，缝份往左右两边烫开，另外一边也是。我们斜边的缝份整烫好之后呢，我们拿出里袋底，我们依照纸型上面里袋底的中心位置4个点，我们可以使用水削笔画上记号。再来，我们将里本体与里袋底正正相对。先将4个中心点结合在一起，别好之后呢，就会长这个样子。像这样把它别起来，4个角都一样哦。袋底的中心对中心，与本体结合起来。再来，我们要车缝，从这里开始车缝，车缝袋底一整圈。我们底角车缝好之后呢，就会长这个样子。车缝到转角之后呢，里本体这一块剪开，刚好会与你的直角这一个点是对齐的。在剪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剪逼近转角的点，但中间的缝份记得要留0.3公分，记得不要剪太近哦，会造成布料的破损，像是这样。转过来的时候一样，我们部边对齐，然后继续车缝，4个角都是这样子转。再来，我们先来折烫提袋布的部分。首先翻至背面，提袋布背背相对，部边与部边对齐，像是这样。我们先在中心整烫出一条中心线，另外一条也是。
我们提带布已经整烫好了，就会像是这样，烫出一条中心线。再来，我们依照这一条中心线，将左右两边往内折，往中心线折。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折烫方式。我们提带布折烫好之后呢，我们拿出人织带，放置在我们折烫好缝份的这一面。人织带置中，放置好后就会长这样。再来，我们要车缝，从人织带的布边往内进来0.2公分，从这里车缝到最尾端的地方。另外一边也是，从人织带往内进来0.2公分，车缝至最尾端的地方。另外一条提带也是一样的做法。我们提带的0.2固定线已经车缝好了，就像是这样。布边往内进来0.2公分，左右两边车缝。再来，我们拿出表本体，表本体正正相对，布边对齐，带口与带口记得要同一个方向。再来，我们车缝斜边的部分，从这里车缝至这里，另外一边也是一样哦，从这里车缝，车至这里。表本体的斜边车缝好之后呢，我们将缝份烫开。我们斜边的缝份整烫好之后呢，我们要将表本体与表带底车缝在一起。车缝的方法呢，与里带身相同。我们的表本体与表带底车缝好之后呢，就会长这个样子。车缝转角的时候就像是这样，车缝至转角，另外一边长像这样。车缝至转角时，在转角同一个点剪上牙口，再转至另外一边。我们带底车缝好之后呢，我们要折烫带口的部分。我们可以使用缝份烫尺，先在带口的地方往内折烫1公分，先折烫一整圈带口的部分。我们带口已经整烫好1公分了，就会像是这个样子。再来，我们要依照纸型实际的带口位置往下折烫3公分，也是这样带口折烫3公分一整圈。折烫好带口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把表带身翻回正面。翻回正面的时候，可以顺便检查一下带底。如果车成功的话，带底会呈现漂亮的直角。另外4边也是。翻回正面之后呢，将里带身背背相对套起来。我们的里带身已经放置进来了，就会长像这样。依照版型位置，里带身的带口高度会刚好在表带身的带口位置，所以我们已经往下折烫了3公分，刚好会跟里带身的带口重叠，别起来就会像是这样。侧边接合线的地方记得要对齐。再来，我们要车缝带口。从底下这个折双线往内进来0.2公分车缝，起头的地方呢，可以从侧边开始，车缝固定线0.2一整圈。
我们带口的固定线车缝好之后呢，就会长这个样子。里带身会刚好在折双线这个地方，折烫好的3公分就往下折，包住里带身，车缝固定线，车缝一整圈，车缝宽度呢像是这样0.2公分。我们带口车缝好之后呢，我们来车缝提把的部分。我们拿出提带。我们可以使用水削笔，侧边的接合线对齐，找出中心点。再来，我们依照版型上面提带的折山处位置，画出一条线。我们从折山处的位置呢，往旁边画宽度3公分。长度5公分的长方形，再来折山处就是我们的对折点，像这样，把折山处捏起来，背背相对，将提带放进折山处的位置。提带的部分呢，放进的深度呢，大概4公分即可。切齐折山线，放进的深度呢，大概是4公分。织带这一面呢，我们就面向中心这一条线。同一条提带，我们就在同一面。我们可以使用强力夹固定住，再来换另外一边，折山处对折，将提带放进来，深度呢大概4公分左右，切齐折山处的对折线，再用强力夹夹起来。我们提带已经夹进折山处了，再来我们要车缝。我们从带口折双的这个点，带口往下0.2公分，车缝宽度大概是3公分。车至3公分之后往下，从带口算，往下车至5公分，再往折双的方向车，车至折双线往内0.2公分，再往上接回你原本的带口的起点，像是这样车出一个长方形。另外一边也是一样。我们提带车上去之后呢，就会长这个样子。车缝的时候，记得带口与带口一定要对齐。提带呢，也要刚好放置在折山线的位置。车缝好之后呢，我们要依照版型上面的固定扣位置打上固定扣。我们的固定扣已经打上去了，就像是这样。再来，我们要依照版型位置缝上磁扣，拿出2组磁扣和手缝针。线的部分呢，可以使用手缝线。我们依照版型位置，在带口的地方缝上磁扣。我会让起头的结藏在磁扣底下。像是这样，先把线穿到布里，靠近你要缝的第一个洞口的地方。一个洞大致缝3到5针，穿进去，靠近圆圈旁边的布戳进去，
穿到磁扣的洞洞里面。再来，我会顺时针的方向绕针，从尾端的线去绕针，绕好之后呢，我再把针拔出来。我在拉这个线段的时候啊，我会跟我的这个节点是180度的往外拉。仔细看到会看到它的结是打在外面的，在这里。再来再缝依据圈圈，平均分散3到5针。我们磁扣已经缝上去咯，就会像是这样。比较特别注意的是，记得要一凹一凸，这样才可以扣合。那我们的大学生托特包就完成咯。这款包包造型立体感十足，非常适合学生和上班族，甚至是日常要使用都不是问题哦。可以放一些 A4 的纸张啊，和一些书籍。里面呢，我们做了2层的贴式口袋，可以让你善用每一寸包包的收纳空间哦。那赶快跟我们一起动手做做看吧！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的手作影片哦。我是 Joanna， 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